我叫林之遥，上一世我亲戚血脉亲戚，沦为假亲戚的垫脚石，被榨干价值后凄惨离世。重来一世，争宠太低级，抢未婚夫没兴趣。我要靠超强的算法思路，进高校研究所，把未来50年的科技提前带到这个时代，一星爆红。之遥，阿姨好。你叫什么阿姨呀？我是妈妈，这么多年你在福利院肯定受苦了。你别吓着孩子。这丹凤眼和外公一模一样。你怎么过来的？坐运煤车来的。买票坐的？没钱买票，爬上去的。张毅啊，晚上多买点菜，做丰盛点，晚上吃顿团圆饭。对对对，阿姨买多点。放心吧，太太。给，先认认脏的。谢谢。瞧你脸上脏的，我带你去洗洗脸。好。可苦了这孩子了，怎么找着的？我下班回到家，就看见那孩子站在咱家门口呢。我一问，我才知道他是当年那个被抱错的孩子。白云啊，当年跟谢家的联姻，原本是让微微去的，可现在之遥回来了，她才是咱们俩的亲生女儿，是不是应该换成之遥啊？微微毕竟是我们养了这么多年的孩子，在感情上，她已经是我的女儿了。你现在突然把这门婚事你换给之遥，你让我怎么办？妈，我都听到了。是不是亲生的不还没验过呢吗？怎么能就这样把我的婚事让出去呢？我在这个家10几年了，就因为他回来就什么都不算了。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她怎么可能是我妹妹呢？二哥，你别说了，爸妈都认了，那肯定是真的。既然他回来了，那我收拾东西就走。微微，你别伤心，我肯定站在你这边。爸妈，这门亲事本来就是定的微微的，什么时候轮到那个半路出家的野丫头来占了？一边是亲骨肉，一边是养了10几年的女儿，这该如何是好？微微，你别多想，爸妈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婚约本来就是他的，他现在回来了，我们也要为他考虑啊。可是我也喜欢谢家哥哥，我都盼了这门婚事好久了。爸妈，谢家的联姻婚事就让给微微吧。你说的是真的吗？你真要把这个婚事让给我？是真的。他怎么会这么轻易就放弃谢家的联姻？是为了讨好爸爸妈妈的欢心？我的好女儿，你太懂事了。你在外面受了那么多苦，还这么通情达理，真让你受委屈了。你放心，只要是林家有的，你想要的，我们都能满足你。这丫头受了这么大委屈，还想着别人。爸妈，我什么都不要，我只有一个要求。只要是我能办到的，都给你办。你要钱还是要什么？我的要求就是把我的户口迁进林家，让我能在京师上学。哎呀，我当是什么大事呢？你是我们林家的女儿，现在回来了，户口自然也是要迁回来的。至于上学的事儿，你放心，爸爸一定给你找最好的学校。你相信爸爸妈妈肯定能帮你办到，放心就好。我是重生回来的，
什么婚事、富贵，我都不在乎。我要进高校研究所，把未来50年的科技提前带到这个时代，弥补上一辈的遗憾。迁户口和上学只是第一步。好了，这志尧刚回来，累了一天了，早点休息。妈妈给你收拾房间，洗一洗，换件干净衣服，差不多。爸妈对他的态度不一样了，我不能目无章法的闹，只有更听话，才能继续留在这个家。给我安排一间客房，我给我买了一堆名牌衣服，这就是所谓的补偿。姐，妈让我给你热的牛奶，你别怪爸妈，都是因为我占了你的位置。既然知道占了，怎么还不走？啊，上一世他利用林星河的冲动性子，挑唆他跟人斗殴，正好赶上严大时期，不仅连累爸爸被停职入狱，还逼得哥哥自杀，妈妈疯癫，最后把整个林家都拖垮了。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我也想走啊，可是你也看见了，爸妈不让我走的。争宠，这种小孩子把戏太低级。不过你放心好了，我真的不会建议你留下来。你，只要我继续乖巧懂事，妈就舍不得让我搬出卧室给你。你现在住的、用的都是我想看到的。我和爸妈有10几年的感情，这一点你永远比不上。爸，您怎么来了？从今天起，你的户口就从安城迁到了京市，以后你就叫林之尧。劳您费心了，谢谢爸。傻孩子，说什么呢？当年是我跟你妈把你给弄丢了，让你受委屈了，应该是我们对不起你，怎么反过来你跟我们说谢谢呢？爸，您辛苦了，以后我和姐姐一定好好孝顺您。好，好，好，户口的事儿落定了，上学的事儿也安排好了。虽说晚1个月入学，但校长说了，可以让你插班。谢谢爸。明德中学可没那么好进，还有入学考试呢。一个从乡下来的，能考出什么好成绩？正好让爸妈看到林之尧的蠢笨，到时候我依然是林家最受宠爱的千金。微微，你这次又是名列前茅，你这次考的也不错。微微，你大哥他怎么送个女生来啊？开学都1个月了，还有插班生？微微，这个女生是谁啊？跟你哥一样颜值高，一个帅，一个美。可能是远房亲戚吧，我也不认识。哼，哪儿美了？就是个乡下来的野丫头。信了，老林之前给我说报错了，现在见了这孩子啊，你们2个站在一起，这不就是亲兄妹吗？高伯伯好。孩子，明德有明德的规矩，虽说你读过初中，但是想进来插班啊，还是要经过入学考试。还有考试？是有一个简单的考试，不过别紧张，正常发挥就好。瞧瞧，这就是血缘啊！这么多年没见了，感情一点都没生分呢。高校长，我已经准备好了，可以考试。好啊，那就先摸摸你的底。综合卷，难度中等偏上，主要考察逻辑和基础，不算难。你爸来找我的时候，我劝过他，不要让2个孩子放在一个学校，可他不听啊。在学校怎么相处还是要看他们自己，只要想公布就公布，没什么好隐瞒的。这些年受委屈的人是他，我不希望他为了微微继续退让，除非是他自己适应不了这里的学习环境。
时间到了。满分！我好久没有批阅这么痛快、这么出彩的考卷了。季星，你这次可以回去给你爸交差了。果然没看错，单看这张卷子就知道他在学习上是下了苦心的。爸把他送进明德的决定没错，他肯定会好好珍惜这个机会。治疗之后就拜托高伯伯关照。治疗。以后在学校有任何的事情，都找高伯伯。你是我们林家的女儿，不要受任何的委屈。凡事还有大哥呢。谢谢大哥。校长，您找我。小赵，这可是好苗子，你可要给我好好培养。放心吧，校长，我会尽快让这位同学熟悉班里环境，尽快投入学习。总算顺利上学了。今天就早点回去休息，明天准时来报到。好的，高校长。走吧，我们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真是个好苗子啊！一定要给我好好培养。一个福利院长大的小孩，怎么就知道自己被报错了，还能找到首都来？还能在咱们家门口蹲点儿，不是你们都不觉得奇怪吗？我到现在都以为他是国外势力派来的间谍，不然他一个小姑娘哪来这么多情报呢？你们千万不要被他柔弱善良的外表给骗了，是不是咱们家人还两说呢？这丫头听到这种话，居然还能忍得下来。哥，没事的，他爱信不信。进屋吧。他肯定不是咱们家人的，你们清醒一点好不好？星河，事情我已经调查清楚，妹妹是妈下乡当知青的时候生的，在医院的时候被报错了，亲子鉴定也做了，她就是我们的亲妹妹。志瑶，哎呀，妈就知道，哎呀，是妈对不起你啊，是妈对不起你。以后这件事儿不要再讨论了。志瑶，今天入学考试考得怎么样了？姐姐之前一直在乡下读书，应该比不上城里吧？应该考得不太好吧？不过没关系，我可以帮你补课，考一个更好的学校。不用了。我做梦呢！明德中学的甲班是这种土包子能进的，除非有人不要老脸，硬走后门把他塞进去呗。林星河，你皮痒是不是？行，你们说的都对，那就拿成绩说话呀。知瑶这次考的是满分，满分，知瑶考了个满分。本来我都做好准备，要是考砸了，就豁出这张老脸去求战友走后门。没想到闺女能考满分，这下我在老战友面前这腰杆子都能挺直了。满分，和当年星河一样。我记得微微当时缺了个符号，扣了0.5分，还在家里哭了好几天鼻子呢。考满分有个屁用啊！爸妈，我今天就把话撂这儿，你们认她当女儿，我可不认这个妹妹啊！在我心里，雪原她算个屁呀！只有微微是我从小到大看着长大的妹妹，至于她，最多算个客人。志瑶啊，星河刚刚说的话别往心里去啊。不会的吧？二哥，你把林薇薇当手心宝，
他却把你当垫脚石。上一世你为了他打断人家肋骨，被人报复打断双腿，最后老婆跟人跑了，你也卧轨自杀。不过蠢死的人不值得同情，也不值得我去拉一把，我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安静，都给我坐回去。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啊，林之遥，从今天起啊就加入咱们丙班了，大家欢迎。这长相，这校花该换人了吧？长得好看有什么用？还不是出来咱们班？我看他就是个花瓶。大家好，我是林之遥，希望以后能和大家互帮互助，团结友爱。哼，一群小屁孩。上一世我在商海厮杀的时候，你们还在穿开裆裤呢。虽然只分到了丙班，但我也不会待太久。陈慕莲，你去跟他坐一块儿，位置正好空着。好。班长，跟我去领一下新书，其他同学先自习啊，不准胡闹啊。林同学，你好呀，这个位置已经空好久了，幸好你来了，要不然也没人陪我说话。你好啊，陆离。哇，你的声音也太好听了，我头一次觉得我的名字念出来能这么好听。你真有趣。哎呀，净说实话。同学，这料子这剪裁起码得80块往上吧？同学，你这裙子在哪个百货商店买的？真好看。就是啊。哎，听说你是插班生，入学考了多少分？该不会是走关系进来的吧？干嘛呢？审犯人呢？要不要搬个桌子，你坐在这儿登记啊？干啥呢？林同学，你的课本记得写上名字。顺便通报一下小道消息，老赵亲口盖章，林同学的入学测试成绩满分。哇！咱们入学卷这么难，他老赵说了，谁有疑问呢，可以去办公室检查卷子。他老人家呢，随时恭候大驾，还可以顺便请你喝杯茶，聊聊人生。看见没？这就是我同桌学神下凡。好了，大家快回座吧，老师一会儿要来上课了。满分又怎么样？不还是在丙班跟陈慕玲这种人混在一起？微微，你好像特别在意这个远房亲戚。毕竟是亲戚嘛，总要多照顾一些。之遥，我送你回家吧，我有单车。不用了，我自己走路回去。现在严打，街上有不少无业游民晃悠，你这么漂亮又没人来接，我不放心。谢谢你啊，陆离。来收拾，走吧。哎，你家在哪？哎，顺路顺路。我这个自行车链有点坏了，挺久没修了，我们还是走路回去吧。没事儿，就当锻炼了。他是我除了发小之外，在学校的第一个朋友，别人都怕我躲着我，就他不一样，可他是满分学霸呀。大哥，啊，小姐，闭嘴啊，二狗！别毁我在学生面前的乖乖女形象。那是你朋友吗？要不要过去打个招呼？不认识，可能是街边做磁带的吧，在拉客呢。这样，
哦，哎，太爷，太爷，去，保持安全距离，不要说话，我在心里同桌。哎呀，这条蚊子真多，赶紧走呢！老大这是嫌弃我们了？有了戏还忘旧爱啊！老大这是要从良啊！之遥，你家住这儿，这可是军区大院啊！对，要进去喝口水不？不喝了，我妈还在等我回家吃饭呢。哦，对了，明天我来接你啊，就这么说定了，你就在门口等我就行，不见不散。这风风火火的性子，上一世独来独往，这一世多一个活宝朋友也不错。瑶瑶回来啦，张姨，哎，爸妈平时回来的都很晚吗？是呀，你爸爸工作忙，你大哥呢又经常不着家，你妈妈那个剧院要有重要的活动啊，他要一直在那边盯着排练，所以呢回来晚了一些。微微他们放学这么晚了还没回来，估计是直接去剧院了。瑶瑶，你要不要也去看看？我就不去了，我刚转来落了不少课，我得赶紧补上。也对，好好学习，考上一个好的大学，这样呢才能有一个好的前程。多好的孩子呀，要是没报错，在林家长大，该是多好的前途啊！妈，坐吧啊，太太。姐姐，刚才放学我本来想和你一起去剧院的，可是我看到你和朋友先走了，就没去打扰你。没关系，我自己回来也行。对了，姐姐，我听朋友说那个陈木玲好像风评不太好，经常和校外的人混在一起。你刚来，还是注意些好。微微，你这套为我好的说辞，听着可真耳熟。你要是不喜欢，我不说就是了。我是怕你被骗，毕竟福利院那种环境。哦，那我也听说，在学校的时候，你跟年级第一徐子言还有高二、高三的学长走得挺近的，你小心别被人骗早恋。你胡说！徐子言他是年级第一，我跟他就是正常同学交往，他是在给我讲题。微微，子瑶说的是真的吗？妈，那都是学校的人嫉妒我，乱传的闲话。既然你也知道是闲话，那你刚才凭什么不知道事情真假就编排子瑶的同学？我们家也是有头有脸的，别学那些长舌妇，听风就是雨。妈，我就是太担心姐姐了。二哥，你也不知道帮我说句话，就看你妈凶。妈说的也没错，你就是太单纯，太容易轻信别人了。好了好了，都别吵了，收拾下准备吃饭，一会儿你爸就回来了。志瑶啊，这几天上学还顺利吗？学业能跟得上吗？还行，跟得上。要是跟不上，你别勉强，有什么困难跟我们说。好，吃菜。星河，你把你高一的笔记借给志瑶看看，也帮帮他落下的功课。妈，您别看我啊，我的笔记都在微微那儿呢，现在她做主。哎呀，妈，真不巧，二哥的笔记都被许攸拿走了，要不我要回来？想看笔记，做梦去！这借出去的东西哪有要回来的道理啊？再说了，我现在高三关键期，你天天忙着练舞，咱哪还有时间管他呀？太不公平了吧！行了，没事，到时候给你妹妹找个家教。你看这样行吗？志瑶？都听您的。老娘不需要你们教来教去，好吗？爸妈要给志瑶找家教，现在外面骗子多，
我这儿有个合适的人选。谁呀？男的女的？男的。但我这个同学的老师，您肯定听说过，通讯界的泰斗，顾怀谦教授。顾教授，行啊，要是能搭上这条线，那部队上的加密通讯难题岂不是有救了？爸，您就别想美事了，人家顾教授在国外呢。我这个同学刚留学回来，人品绝对过硬。行吧，就按照你说的办。你同学刚留学回来，你妹妹的英文基础肯定不好，正好也能弥补了这个短板。去吧。唉，怎么能把通讯上的人才请到部队呀？老林，我听微微说，志尧在学校里结交了新的同学，是个不知根知底的小混混。我担心志尧以前在福利院短遇缺食，被人撺掇了，不务正业。放心吧，季青给找了家教，志尧以后肯定要忙着补课，没空想别的。至于那个同学，我回头安排人去打听一些底细。就你护着女儿。哦，对了，明儿爸妈要过来，说和谢家聚餐，聊聊微微和谢家的婚事儿。虽说志尧把这婚事是主动让给了微微，但咱们总要听听两位老人家的意见。好，你忙。等明天孩子放学了再说。忙死我了！为了见同桌，我连早餐都没有吃，这是感天动地的友情啊！志尧要是敢嫌弃我成绩差，我就哭给他看。木林，等很久了吧？没，我也刚到。张毅知道我交了一个新的朋友，特意让我给你带的。张毅是你家保姆吗？这手艺真是绝了！算是亲戚吧。车修的不错，这样很好，很安全。以后骑车还是要慢一点。走吧。这么久以来，还是头一次有人关心我。万一他知道……志尧，你不会觉得我是个带坏好学生的差生吗？不会啊，我会觉得你是一个很会修车的仗义女侠。包子还可以啊。哎，你听说了吗？比班的这个陈慕宁居然还惦记着咱们甲班的学霸徐子言。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人家徐学霸可是发话了，年级排名30以外的人，他从来不记姓名，因为那是浪费脑细胞。笑死！哎，这个新来的插班生居然跟这种学渣混在一起，果然是物以类聚，也不是什么好鸟。骂我可以，骂之遥不行。老娘今天不撕烂你们的嘴，我就不姓陈。哎，木林，不用理他，我会帮你教训他们的。好吧。咱们学校啊，年级第1是徐子言，第2名周轩蝶，第3名是林薇薇。前30名里面，咱们丙班一个都没有。林薇薇是第3名，看来她确实很努力，平时要弹琴练舞，学习也没落下。上辈子我在商界摸爬滚打几十年，如今重返高中，多少有点降维打击了。木林，从明天起，课间我给你划重点，放学给你补半个小时课。我要让你的名次往上冲，让他们看看谁才是该被看清的那个。志尧，你不学行不行？别的事儿可以商量，这个事儿不行。考进年级前30，
你亲自走到他的面前，让他彻底记住你的样子。除了你，没有人能帮你打烂他的脸。你说的对呀，就算他是脸，我也要让他记住我长什么样，不蒸馒头，争口气。这才对呢，我相信你。啊，对了，等会儿放学我会去图书馆还书，你等等我。好的，学生，那我在学校门口等你。去了。有人吗？我来还书。炮在这里。这一招直接盘活，的确是妙啊！刚才怎么就没想到啊？这位同学，你叫什么？爷爷您好，我叫林之遥。哦，小宁啊，来和你王爷爷下2盘，你一招就能破局，想必你的棋术一定很高。爷爷谬赞了，我只是来还书的，我的同学还在校门口等我。行，就这么约定，下次有时间一定得来下2盘。好，下次一定。那我先走了，爷爷。书在这里。你还的书怎么去了那么久？在图书馆遇到一个老爷爷，聊了几句。哦，这样啊。刚才那个是木林的小弟，看来这丫头在校外还是个扛把子。这辈子我要搞科研兴国，如果这些朋友靠谱，只揽他们做点生意也是这个退路。毕竟科研也是要烧钱的。哎，今天风真大，我们快回家吧。这丫头这么大了还没正醒。奶奶，我就知道您最疼我了。奶奶，之遥回来了。像，太像了。这眉眼简直和婉云年轻时一个模子刻出来的，而且这孩子站得笔直，眼神清正，一点小家子气都没有。之遥，过来坐，这是奶奶。微微，坐近点。孩子，你也过来，让奶奶好好看看。你们俩呀，都是奶奶的好孙女儿，是一家人。以后在家里呀，要好好相处，互帮互助，知道了吗？都听奶奶的。奶奶，您放心，我一定和之遥好好相处，弥补他这些年在外面受的委屈。傻孩子，当年的事儿和你有什么关系？要怪就怪那个报错的人，你不需要补偿谁，千万不要给自己上枷锁。我知道了，谢谢奶奶。想让我看清你在家里的靠山是吧？那又怎样呢？我不需要任何人做靠山。明天呐，该谈谈你们的婚事了。和谢之南的婚事终于要定下来了吗？只要我是这个家里最得宠的，你就算不让给我，你也什么都抢不走。婚事还不如在家写作业。星河身边的年轻人就是谢聪南，今年18岁，还在首都军事大学读书。大伙儿先坐吧。啊，请坐，请坐。季青，你也坐。之遥，来，跟叔伯长辈打个招呼。各位长辈好，我叫林之遥。这就是那孩子，
相貌倒是生得好。可不是嘛，只要像极了婉瑜年轻的时候。今天除了吃饭，还有件事儿，想跟亲家商量商量。母亲啊，有话直说，正好大伙都在，做个见证。那我就不绕弯子了，是关于两家的婚事。大家也都知道了，知瑶才是我的亲生女儿。当初两家定下的婚事是给2个孩子的，如果是在2个孩子出生之后，我肯定不多说什么。可是现在事情不一样，所以有些事儿得提前说开讲好。我跟家父的意思呢，该是谁的就是谁的。跟谢家的婚事，我们希望是由知瑶跟从南。我认同母亲的话，原则上呢应该拨乱反正。不过现在毕竟是新社会啊，我们应该充分尊重年轻人的意见。从南，你想更改婚事吗？想好了再回答，选好之后，将来不许再悔改。爷爷，林伯父，这还用问吗？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儿。爷爷，林伯父，我不想更换婚事。漂亮，谢从南是哥们能处，有坑他是真不让我跳了。这下省得我还要费脑细胞想理由拒婚了。既然你自己选择，将来别后悔就行。母亲啊，现在的年轻人主义正直呢，我们这些老东西也别逆了他们的心意。知瑶啊，说说你的意见，爷爷很想知道你的真实想法。所有人都觉得选择权在谢从南身上，我只能被动被选择或者被放弃。没想到爷爷能顾及到我。爷爷，我不需要什么婚事，无论这件事的结果如何，我都没有意见。好，既然知瑶也这么说了，那咱们婚事就彻底定了啊！大家都做个见证，将来呢，不管发生什么，谁也别后悔。好啊，好啊！不愧是我林家的狗，输人不输阵，况且这也不算数。这孩子啊，越看越满意。这婚事儿终于定下来了，高兴啦！你说实话，你真不想嫁谢从南？就谢家那条件，谢从南的长相，哼，我就不信你真的不在乎。知瑶，对不起，是我抢走了你的婚事，要不然我把它还给你吧。我现在就去求谢伯伯。比起和从南哥哥的婚事，我更想和爸爸妈妈待在一起，好好的弥补你。微微，不用跟他道歉，是谢从南先看上的你。这有些人呐，既想要面子，又要里子，还想赶你走，这是做梦。林星河，坐下。我不坐。哥，你凭什么一直偏袒他？微微才是和我们一起相处了15年的亲人呐。知瑶，你真的不希望我留在这个家吗？我可以什么都不要，我就只想和爸爸妈妈还有哥哥待在一起。我求求你，你别赶我走好不好？你演够了吗？首先，我告诉你，谢从南那份菜也就你们当个宝，在我眼里，他连份花生米都不如。我不需要这门婚事，更不会后悔。其次，说到补偿，林微微，我觉得你有时候脑回路是不是短路了？当年的错是报错人的人，受害者是我们，更是爸妈。
妈妈10月怀胎，替别人养了15年孩子，一片慈母心作父，她才是最惨的。你要补偿，你该补偿的是含辛茹苦养大你的爸妈和爷爷奶奶。你对我没有任何责任，我更不会欠你1毛钱。所以，你不要再在我面前演什么苦情戏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抢走你的爸妈，也不想抢走你的谢从南，更没兴趣赶你走。微微，我再说一遍，你留下来吧，我真的不会介意的。之遥，你没有必要那么懂事的。之遥，你是愿意微微留在这个家里的，对吗？当然啊，离高考还有2年了，微微要是走了，影响了她的前程，我会愧疚一辈子的。谢谢姐姐。不客气。哦，对了，别动不动就流眼泪，对眼睛不好。行了，今天这件事儿就算是翻篇了。至于和谢家的婚礼，谢从南也就那样，不够沉稳。之遥，爸爸这儿还有一堆青年才俊的名单，一定给你找一个比谢家还要强上100倍的。比谢家还强100倍。都听爸爸的。你最好是真心的，要是让我发现你搞什么花样，哼！别搭理他，这小子就欠收拾。对了，明天开始家教可就到了。好了，大哥，我努力不会让你丢脸的。快坐下吧，今天这一仗打得特别漂亮。有点意思。于老师，是有什么问题吗？不对，太不对了。我只教了你基础逻辑，可你这解题思路比我还刁钻。可能是我运气好，蒙对了。蒙？这道物理压轴题，你用了3种解法，其中1种还是大学高数才涉及到的微积分。林同学，你在那个小镇上，到底是种地的还是修仙的？书读百遍，其义自现。行，数理化你真是个天才。原本你哥只是想让你尽快赶上高1的学习进度，我这看你游刃有余，明天的月考完全有把握了。这辈子没有我不会的。这也太简单了吧！上辈子我能被史蒂芬教授收为关门弟子，就是因为我在数学和物理方面的天赋最为出众。他草稿纸都不用，直接写解题步骤，还是高数解法，这真的是丙班学生？
这同学天赋异禀，还在丙班，绝对有问题。待会儿我得跟教导主任反映一下这事儿。出去。苍天啊！老张平时也没讲过这些啊，这是要把我往死里整啊！这次确实超纲了，想拿80分，拿。哎，新同学，你入学考试不是拿了满分吗？这次感觉怎么样？还行吧，不算太差。要是能拿及格的话，确实不算太差。之遥，我听了你的，把试卷填得满满当当的。天哪，我头一次知道自己竟然能这么厉害，就算是蒙，我也能蒙对几题。态度端正，老师看了也会舒心。今天我请你吃卤鸡腿吧，奖励你考试认真。谢谢之遥。徐子言估计又是第1名。唉，子言，数学那道压轴题你做出来了吗？那道题真的好难，我只做出来了一半，也不知道这次考试还能不能考年级前3了。我问了轩姐，她也只写出来了1点。你们3个厉害的人都这样了，其他同学更加是没有解题思路了。微微，你英语好，总分肯定还是前3。也是，只不过前2天的英语考试也不简单，唉，也不知道学校从哪儿弄来的题，难度越来越大了。不过这次，林之遥终于要出丑了。我回家了。好冷漠呀！就徐子言这性子，陈木林还想追他，哼，真是做梦。走吧。爸，敬您。来，先生太太，这卤牛肉啊是之遥带回来的，他说这个味道非常的好，你们快尝尝。好吃，有辛辣之遥。真不错。哎，你们是不是都月考过了？感觉怎么样？你们是不是都月考过了？感觉怎么样？妈，要是考得好，有奖励吗？妈，微微前3那是板上钉钉的事，不像有些人，马上就要原形毕露了。二哥，之遥刚从安城过来没多久，考不好那也是很正常的事儿。毕竟丙班和甲班教学进度不一样，这次题很难，能及格也不错了。之遥，你有把握及格吗？不过不行也没关系，慢慢来，没人会笑话你的。应该可以吧？老师说我及格没问题。于回州评价之遥在学习方面天赋异禀，这丫头扮猪吃老虎。有信心是好事，到时候做不到别哭鼻子就行。不及格也没关系，我没那么爱哭。他肯定在内涵我爱哭。等月考成绩出来，我看你怎么收场。哼！好。哎，小宁，这些天你一直没来图书馆和我下棋，正好你月考结束，有空的话，咱们约个时间商量吧。好啊，正好我最近也是闲着，不过到时候您可以借我几本您的藏书啊。好，好，好。不过我这些书啊，都是祖传的，市面上找不到，你可以拿回去手抄，别弄坏就这样啊。行，就这么定了。明天下午到大院来找我。好，那先走了啊。哎，哈哈哈。
刚才不是跟你说了，抽举将军你不听。哎，也别怪老王，你们一起上，也就那水平。嘿，老韩，我来会会你。哎，我说老孙呀，你呀还是回去带孙子去。哎，我说老王，你找的那个外援还来不来？不来，我可要回去了啊。急什么？爷爷，哎，小宁，快来！你都不知道，今天你大爷让人欺负成啥样了？不好意思，公园太大了，让您久等了。哎呀，怪我，是我没说清楚啊！哎，我老师，以后你们叫他小宁就成啊。切，就一个小丫头片了，老王，这是你找的那个外援？小宁啊，今天能不能让我翻身，就在今朝了啊！来。爷爷要猜先吗？丫头，你可想好了，真和我下棋，棋场如战场，老头子我是寸步不让。您放心，我不是爱哭鼻子的人。您是长辈，您先请。知道尊了，哎呦，不错。嘿，顺头不错。老汉，咋的了？破局呀，磨磨唧唧的，像什么话？你懂什么呀？刚才那是蓄势，老头子要的是一击必中。年轻人，养气的功夫你还差得远呢。这一招一狠之狠啊！老汉，年轻怎么了啊？这棋风，专走你不备之路。哼！哟，老汉头，打遍公园无敌手，怎么了？和一个小姑娘耗上了？你慌什么呀？将军，哟，小姑娘，你赢了，韩爷爷承让了。也难怪老王让你当外援呢。这盘棋我输的心服口服。咱们那个威风凛凛的韩卫国同志啊，也有今天啊！下了30-40年的棋，输给了一个16岁的小姑娘，晚节不保喽！你们啊，连我都下不过，岂不是差得更远？老王，你是我手下败将，老孙，你输得更快。嘿，你个老韩，我看得让你媳妇儿好好治治你了。小宁啊，啥时候有空直接到我家书房挑书去啊！好，小林啊，也到我家坐坐。你韩奶奶做的那个红烧肉，那叫一绝。等吃饱了，咱爷俩再切磋2盘，共同进步嘛。嗯，那就谢谢韩爷爷、王爷爷了。下次有机会我再向您请教。小宁啊，今天你可是真让我长脸了啊！下回你跟老韩下，我在旁边透视啊。好，那爷爷我就先走了。你们不觉得那小丫头
越看越眼熟，长得像一个人。谁呀？你不觉得他和老林家的林继清长得很像吗？是吗？怎么这次没有排名呀？只有名字和分数。真的耶！徐子言、许蝶明，这些都是您的前3个常客了。不过为什么前面没有排名啊？对啊，让一让，让一让，甲班的来了。微微，恭喜你，又是年级前3。我还以为这次能考过宣典呢。前100名没有林之遥，我就知道这个土包子也就是嘴硬。走吧，回班吧。那个之遥，还是你替我去看吧。我感觉我应该不会掉车尾了吧？毕竟我都很努力了耶，而且你还帮我补课补了那么多天。木林，别紧张，我相信你，我帮你去看看。哎，算了算了，这帮人急起来六亲不认了。你在这儿等我好消息。我在看见不？哎，哟，陈木林啊，你在往上找什么呢？你的名字多好找呀，从下看倒数第1就是哦。关你什么事儿？滚一边去，等着我试试。陈木林，你别以为你力气大就了不起，我倒要看看你这次能考多少分。徐子言眼光再差，也不可能看得上你这种粗俗的人。哦，是吗？那他看上你了？前30没有之遥，前200还是没有，完了，难道真的在吊车尾？499名，陈木林，这是我考过前500啊！之前都是之遥在帮我补习，他肯定比我更厉害。怎么还没有啊？什么啊？你499？不可能！陈木林，你肯定作弊了！凭什么我们丙班考得好就作弊啊？对呀，少在这阴阳怪气。就是。你做到了。走，跟我去找教导主任。这个破榜单绝对有黑幕。主任，我们班林之遥同学的名字为什么没在榜单上？这位同学，你先把气喘匀了再说。刚才你们班的学习委员也来问过了。啊？主任，您能告诉我原因吗？林之遥，这是你的成绩单，除了语文扣了点作文分以外，其他的全科满分，总分数全校第1。全满分，全校第1。那既然是第1，为什么不公布？这个问题问得好啊！这是监考老师的联名信。这次数学考试的最后一套大题是华大教授出的竞赛题，这种超纲题，整个年级没有学生能够做得出来。除了你不但做了出来，而且你的答案比标准答案还要标准。林同学，你的答卷太完美了，完美的不像真的。老师，你怀疑我作弊？目前没有证据，但是校方为了慎重考虑，在这件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你的成绩不方便对外公布。就因为我曾经是所谓的差生，所以考满分就是原罪了。这不是身份问题，这是逻辑问题。这件事情呢，
我们已经通知了你的家长，等林先生、林太太到了之后，我们再决定怎么处理。林同学，在你家长没有到来之前，你还有什么要向我坦白的吗？老师，我没有作弊，我愿意接受学校一切安排。你知道吗？学校现在有件大事。当然知道了，这次没排名的原因破案了，有人作弊。谁啊？丙班新来的插班生啊，刚来就这种大祸，总分全校第1，把甲班的徐子言都比下去了呢。难怪我说陈木林那种学渣怎么会考进年级前500，原来是组团作弊呀！这也太不要脸了。我也没想到，哪怕是考倒数也比作弊强吧，这也太蠢了吧！稍微动脑子，谁会把自己抄成年级第1啊？林之遥啊，林之遥，你真是蠢得可爱。妈妈最恨弄虚作假，这下不用我出手，你就要被扫地出门啦。走吧。丙班的人只会靠这些下三滥的手段来找存在感，无聊。气死我了，简直是无法无天了！太太，怎么了？还怎么了？学校的电话都打到我单位去了。我的孩子可以是一无是处，他哪怕是个废物，我都能接受。但是人品，他绝对不能有瑕疵。张姐，少点水。好。半圆，消消气儿啊！我高来电话，没把话说死，只是说疑似作弊。明天去趟学校，看看怎么回事。妈，您先喝口水缓缓，别气坏了身子。其实，我觉得姐姐不是那种人，这里面肯定是有误会。还是微微懂事。我也不希望智瑶她作弊，但是这次考试的难度，老高跟我说了，光数学一门，明德中学目前就没有能考满分的学生。智瑶刚来手艺不久，如果说是他作弊，那是怎么做的呢？微微之前说，她有个品行不端的朋友，我害怕智瑶受伤害，我特意去查了一下，那个叫陈木林的，他小叔叔是教育局教科办的，这次考试直接从1000多名考到了499名，你说怎么回事？我就是说了句，考砸了别哭鼻子，他还真有本事，作弊到年级第1了，真有骨气呀！星河，那是你亲妹妹，别在这阴阳怪气的啊！二哥，你少说2句。姐姐她就是太想得到爸妈的认可了，一时糊涂，她才走了捷径。微微，你就是太善良了。妈，你想过没有？要是他这次真的蒙混过关了，微微的名次就直接被挤出前3了，这可是影响高3的保送名额，他这是在毁了微微的前途啊！林星河，你给我闭嘴！行，我闭嘴。在咱们家呀，只要沾上了林之遥，咱们所有人都得给他绕路，是吧？真是可笑啊！哎，说曹操，曹操到了。林之遥，考不好就老老实实学嘛，作弊算怎么回事？还作弊了个年级第1，我们林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你但凡还有点羞耻心，就赶快转学走人。哇，你在一个学校我都感觉丢人。说完了，学校还没有给我下定论。林星河，作为军属，你应该知道，没有证据的事儿不能张口就来。听风就是雨，会让我觉得你的大脑很容易被外界支配。你都高3了，情绪还是这么不稳定，我建议你先好好修心养性，免得高考崩盘。这丫头逻辑清晰，底气十足，万一她真的没有作弊呢？够了！林星河，你还有一个当哥哥的样子吗？给我滚到厨房面壁去！想不明白，今晚不许吃饭！爸，
明明是他作弊，你罚我？谁都不许给他损失，就是惯他。行，这个家容不下，我就直说。我不待了。哎，星河，你去哪儿？二哥，别管他，混账！这是怎么了？大哥，二哥气跑了，我担心他。肯定去找谢从南了。晚一点我打电话给谢家。志尧，高校长让爸爸明天去一趟学校，你觉得我应该去吗？爸爸，从小到大都没有人参加过我的家长会，至于去不去，选择权在您手里。作为父母，是应该给你一次这样的机会。明天我跟妈妈陪你一起去明德中学。坐，吃点点心。就这么轻拿轻放了？凭什么呀？就凭她是爸妈的亲生女儿吗？为什么爸爸妈妈还有大哥对她那么宽容？志尧，明天开始，每天早上上学前先把这个喝了。我在奶站单独给你订了一份。谢谢大哥。量子力学英文原版，你看得懂？差不多吧。爸妈有时候忙，顾及不上你。如果有什么需要家长出席的场合，可以找我。你不觉得我这次考试作弊了？我相信你。不过说来也奇怪，我第一次见到你，就觉得我们是一类人。哪类人？聪明人。咱们这种人啊，不屑于撒谎。像我们这种高傲的人，是这样的。志尧，记住，以后有任何需要帮助的时候，随时找我。在这个家，你不是孤身一人，你还有大哥我呢。我记住了，谢谢。早点睡。至于星河，他在谢家，别担心。我不在乎他，他爱去哪儿去哪儿。晚安。要不是林之遥嘛，林薇薇爸妈竟然也来了，不是说她是捡来的野孩子吗？这架势，看着不像来道歉的，像是来收购学校的。薇薇，林之遥和你爸妈走在一起，这是怎么回事啊？该死，我差点忘了这茬。爸妈上次来开家长会，全校都看见了，现在跟那个土包子走在一起，这不就等于昭告天下他是林家人吗？那我成什么了？薇薇，林之遥和你不会是亲戚吧？你看你爸妈跟他在一起的那股亲热劲儿，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一家人呢。薇薇，你怎么了？没事儿，我就是在想考试的事儿。哎呀，薇薇，不要想那么多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那个陈木林竟然考进了年级前500啊？可能吧，听说他有个小叔叔是教育局的，也许吧。哎呀，我瞎说的，悠悠，你别当真啊，千万别往外说。我就说，上个月还是年级垫底，这个月就提升了好几百名。
原来是有人帮忙作弊呀！那个悠悠，我还有事儿，你一会儿自己回班级吧。啊，对，微微。我跟你们说，林只要考第一，都是因为他朋友陈木林的叔叔是教育局的，他们走了后门。如果真是作弊，还在这种机关单位挂了号，林家的脸是要丢尽了。没想到学校这么快就查到，之遥那个朋友有个叔叔在教育局了。到了这一步还能怎么办？这孩子到底是心理素质过硬，还是死猪不怕开水烫？爸，您在抖什么呢？嗯？谁抖了？放心吧，爸，好戏才刚刚开始。教育局介入最好，免得到时有人说学校包庇。高校长不太方便出面，这件事由我跟二位说。这是林之遥同学的考试成绩单，语文扣了0.5分，其他都是满分。这是其他同学的考试成绩单，最高分徐子言，他是华大教授的儿子，从小接受最好的教育，他的总分比林同学低了22.5分。这次数学题是由华大教授亲自出的，难度呢，并不是高一新生可以解出来的。今天请二位来，也只是想了解一下林同学平时在家的学习情况，是否有参加课外学习。上个月确实是给他请了一位家教。林同志，一个月能够学到多少知识呢？这位家教是顾怀先教授的关门弟子。就算是顾怀谦，那个教科书上的顾老，恕我直言啊，就是顾老年轻的时候，面对这个试卷也不敢说能拿满分，我自己做过，根本做不完。郝主任，我相信我的女儿不会作弊。是的，老师，我没有作弊。郝主任，说了半天，学校除了怀疑觉得不可能，有证据吗？郝主任，作弊是要进档案的，如果有证据，那我们无话可说；如果拿不出切实的证据，让我们信服，事关孩子的将来，我们当家长的也不会退让。上一世他就是这么护着林薇薇，没想到这一世我也得到了，可我已经不需要了。苏团长，林同志，我特别理解二位的心情，但是呢，林同学和许同学分差太大，太让人匪夷所思了。那学校想怎么办呢？我们已经联系出题的华大教授了，他呢会结合这次考试的难度，再重新出一套试卷。林同学，你愿意再考一次吗？林同学，机会只有一次，你现在要是认识到错误，还可以从轻发落；要是死鸭子嘴硬，郝主任，不用给他留面子，我们林家不养撒谎精。志尧，既然你说没有作弊，那咱就重考一次。如果考砸了，就证明你在撒谎，去职高也好，退学也罢，后果自己担着。我林慕清绝对不会给你擦屁股。放心吧，爸，没问题。主任，陈木林带到了。还有化妆吗？没问题。陈木林，教育局在查泄题，在此之前你也得重考。考就考，谁怕谁？
那二位家长，我们还有事儿，就不陪了。志瑶，你好好考，妈妈相信你。阿姨，您应该相信之遥，我的成绩就是之遥一手提起来的。再说回我叔叔那个人，他是出了名的又臭又硬，怎么可能泄题呢？好。李星火，你在这听诗呢？昨天晚上就离家出走，今儿逃课。爸，林之遥要是真作弊，咱们家的脸还要不要了？那能怎么办？学校在查呢。家属院都知道她是我妹，这简直是我的黑历史啊！咱们必须统一一下口径，为了我和微微的名声，绝对不能认她。就说她是什么八竿子打不着的远方穷亲戚来投靠咱们。妈，你想想，微微还得考艺术团呢，她不能有个作弊的姐姐吧？随你们吧，我也管不了。滚回去上课去！远房亲戚，上辈子吸干我的血石，说是亲女，这辈子怕丢人，就成穷亲戚了。这一家子的变脸绝活，川剧大师看都得直呼内行。为什么突然听我的旨？我接受正大晋升，但绝不认同这种恶劣手段。远鱼啊，不是我不保你，有人举报你泄题，要是坐实了，你的仕途就没了。荒唐！我安远鱼行得正，坐得端。别喊口号，只要证明你那个外甥女没作弊，你就能复职。好，我倒要先看看，到底是谁在搞鬼。郝主任，在事情没查清楚之前，就扣上了一顶作弊的帽子，这合理吗？陈木林这丫头要是少一根头发，她父母回来了，我怎么交代？安处长，你也别瞒我了。刚才我们要联系陈木林家长，一查档案，好家伙，父母全是地质局受命人员，查无此人。既然知道他父母在大西北吃沙子为国家凿矿，就更不应该欺负他一个留守儿童。明天我就去一趟明德中学，有什么事冲我来。这怎么比月考还难啊？这位同学，你不算算？不用，心算够了。这答案居然是对的，我们明德真的要出个天才了。微微，你和那个林之遥都是亲戚，怎么差别这么大？一个德智体美劳样样好，一个只会弄虚作假。悠悠，别这么说，你就护着他吧。像他这种败坏门风的人，我要是你的父母，早就把他扫地出门了。表面装的清纯，和陈木林那种人混在一起，这私底下还不知道是什么货色。你那个未婚夫可千万不能被他发现。悠悠，他可能是刚来大城市还不习惯，一时糊涂才走了歪路的。行，听笔收卷。我的脑细胞都要做完了。我要吃肉。好啊，反正都考完事儿，我们一起去校门口吃。好呀，我要吃大鸡腿，谁也别拦我。陈木林，你要是没考好啊，
别说鸡腿，竹笋炒肉倒是管够啊。老赵，你做个人吧。陈金梅出来之前呀，哪儿都不要去。你们两个跟我去会议室待着吧。陈木玲，你家长来接你了。我家长？谁啊？除了我，还能是谁呀？叔叔，你这回来是被停职了？这丫头是有真才实学的，学校传成这样，她居然还能这么稳，而且还能让木林乖乖听话，是个好孩子。安主任，我要去看张教授批改试卷，您要不要一起？你们两个现在就坐一会儿，那走吧。人都到齐了，是不是可以公布成绩了？陈木林的草稿纸我看过了，你的呢？我没打草稿，他确实没用，怕是不会做，直接没填。我倒听说这样一个说法：具有绝对数感的人脑，就是人形计算机，就像经验丰富的老农，看云就知天气，顶尖棋手骆子就知棋局。你的大脑在潜意识里对这些庞大的数据进行处理，天然对数字有亲和感和洞察力，这就是你的天赋。小同学，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华大数学系教授张立新。你好。华大教授？小同学，关于首都公交调度的压轴题也是我出的，我很好奇你的思路是怎么样的，可以详细聊一聊吗？原型题目是首都公交调度优化模型，核心痛点是资源分配与空间需求错位。焦老师，快去给市马部打电话，叫他们马上过来。确切啊，他们正在为这件事头痛，这解决方法不就是有了吗？大站快车和区间折返，这个就是我的最优解。想法很超前，但是有致命伤。成本，你增加了人力和车辆，在提升效率覆盖不了成本，那就是赔本赚吆喝。你怎么证明啊？教授，验证是您和市管委的事儿，我只是个高中生，只负责解题。既然您能在我的卷子上打上满分，说明您认可我的解答方案和结果。作为一名学生，我已经得到我想要的了，其他的与我无关。说得好，哈哈哈。这种实践方案是否可行，那就丢给市管会这些人，让他们去头疼吧。安主任，其实从一开始我就知道这个孩子没有作弊。什么？最后这道大题，别说是教育局没有答案，就连我这个出题的人都没有标准答案。既然没有标准答案，哪来的泄题啊？没有答案，那这样说来，智瑶是全民真本事硬考出来的。我这次再来出题，就是想看一看这个小姑娘到底有多少本事。既然张教授都这么说了，安主任，看来你这复试通知明天就能下发了。林之遥同学依旧是满分。说实话，我已经验证了我要的答案。对于陈木林同学嘛，原本59.5分，但是鉴于你做题的态度极好，字迹工整，写得满满当当，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嘛，所以这0.5分我给你加上了，以资鼓励，
60分，及格。只要态度端正，老师说不定会给这边分，原来真的会给。你这丫头啊！不能让这小林同学来向我家木林，我作为家长也不得表示。哎呀，老林，我就说嘛，你怎么突然让女儿转学到我这里了？原来你是看得起我了。就咱俩的关系，这种宝贝疙瘩你才舍得送过来。不过你放心，这孩子交给我，我绝对像护眼珠一样护着。是啊，难怪早上你们夫妻俩那么淡定，原来是心里有数啊。早上之所以说信任之遥，也是因为想赌一把，免得跟孩子离心。没想到这孩子真是让我惊喜。是把之遥送过来，也是信任你嘛。当然了，也是信任在座的各位啊。我爸妈是搞科研的，老林家是搞军事谋略的。尽管这孩子没长在我身边，可依旧继承了2家优秀的基因。微微那孩子，我给他请了多少名师，那是拿钱堆出来的。论天赋，他不及之遥分毫。以前是我偏见太深了。张教授，这2张卷子可以给我吗？好，拿去吧。谢谢。你也知道，这几天学校呀有不少闲言碎语，这学校的风气啊也该肃清一下了。各位，这次的月考成绩是不是可以重新排名一下？我们班的林之遥同学才是当之无愧的年级第1。排，马上排！林同学必须置顶。不过嘛，本来陈木林是第499名，这就得顺延成第500名了。刚几个就掉榜了。掉，让他掉，这算什么呀？这是荣誉。从今天起啊，咱们丙2班的腰杆啊，算是彻底直起来了。走，贴榜去！我要把这2张卷子呀裱在大门口。老林啊，我真是羡慕你，儿女都有出息，一点都不用操心。哪里，是孩子们太优秀了，我也很苦恼啊，一点做父亲的成就感都没有。老安啊，人呢？我来晚了。问你身边这位小林同学吧。哎呦，张老，您也在？难道是您出手了？快救救我吧，我这头发都愁白了。小七啊，正主不是我。小林同学，你愿意到华大听我的讲座吗？以你现在的知识储备啊，读高中屈才了，我想给你一个编外的学生身份。我的研究室啊，随时向你敞开。我的那些学生啊，有你一半的脑子啊，我就不至于这么头疼了。华大实验室是多少博士生挤破头都进不去的地方。林同学，这可是张教授千载难逢的机会。志阳，谢谢您，有时间我会去的。这位林同学，我有个核心的问题想问你：如果你的方案在技术上、经济上都可行，那么这个调度模式最核心的是什么？是车还是人？都不是，是信息。就像张教授提到过的下棋，高明的棋手预判未来，但现在的调度是走一步看一步，一旦客流量增多，就会应接不暇。所以我们要加强信息采集和传递上面的成本。目前还做不到。如果不能落实，这就是空谈。国外已经在研究无线电传递信息技术，如果我们能实现，这就不是纸上谈兵。成本和数据模型我都已经算出来了，至于怎么落实技术，还是需要交给您和专业的科研人员来完成。可怕的洞察力啊！小七啊，你还得想数学模型，人家小姑娘已经看到技术革命更长远的发展了。要是能落实，绝对可以从根本上重塑这个领域。这小姑娘绝对是搞科研的好苗子。志阳，
书包重不重？爸爸给你。不用，爸，我不累。林同志，舒同志，留步留步。小朋友，不，林同学，这段时间多亏你提携我们家木灵了。叔，你怎么搞得像拜码头一样？之遥是个姐妹儿。去，你呀，要是有林同学一半脑子，我也不至于每天吃降压药了。林同学，听说你英语也是满分，看原版书应该不费劲。平时呢，我们单位接触国外书籍的渠道比较多，以后啊，想看什么国外原版书，列个单子给我。那就谢谢安主任了。林同志，不得不服啊，也就是你们这样的家风，才能培养出这么优秀的天才。基因这东西，真是不服不行啊！是。培养？我从小到大都没有培养过他。那咱们改天见。志尧啊，爸爸从一开始就应该无条件的相信你的。爸，你们能来学校为我撑腰，已经做得很好了。这孩子受了那么多委屈，一句怨言都没有，反而还谢我这当爹的真滚蛋。好女儿，走，回家。对，回家。今天啊，张姨做了卤牛肉，回去啊多吃点，看你瘦的。从今天起，妈要把你养得白白胖胖的。哎，老林这是去哪儿啊？赵大姐，切，这就是那个乡巴佬。之前听星河说，满嘴谎话，为了见人家，连脸都不要了。这孩子咋说话呢？长得好看有什么用？居然还敢作弊拿第一，简直是给微微提鞋都不配，还要赶走微微，做梦！老林呐，听说这闺女接回来了，呀，看起来是个实诚孩子。是我女儿。对了，你家微微和谢家的婚事没变卦吧？没变，孩子们的事儿自己定。既然是这样，那自瑶的婚事还没着落吧？老林啊，你看我家铁柱子咋样？哎呀，我们两家知根知底儿，正好凑一对儿。妈，你胡说什么呢？这种货色，我才看不上。你这混小子！老林呐，别介意啊，他就是嘴笨。赵大姐，确实不用太介意，毕竟现在提倡的是自由恋爱，而且我们家之遥是要好好学习的，不像某些家的孩子整天不学无术。赵大姐，你好好管管你们家儿子吧，再这么混下去，将来谁还惯着他？呸！神气什么？还谁不知道明德校长跟你穿一条裤子，还去学习？我看是去丢人现眼吧。哼！之遥啊，刚刚赵大姐那傻儿子说的话别往心里去，他们娘俩全是棒槌。你只管把心思好好放在学习上，以后爸爸一定亲自给你找一个最好的对象。爸爸之前对你亏欠的太多，您放心，以后你的家长会，不管我有多忙，我都一定会去。啊，年级第一的家长会，你当然愿意去了。那当然。上去就收。这怎么可能？妈妈竟然在教那个乡巴佬看琴谱！哼，二哥回来了，他肯定要大闹一场，这样爸爸就能彻底看清那个土包子的真面目。想跟我抢爸妈的爱，做梦去吧！哎呦，你这孩子，星河呀，昨天晚上你怎么突然就跑出去了呢？你爸妈都担心坏了。不是我说你，你也这么大了，你也应该懂事一些。你看之遥
你有他一半懂事多好呀！懂事？懂事的话，他就不会作弊了。你说什么呢？闭嘴！作弊？林之遥作弊怎么了？他做错了还不让人说了吗？爸，你为什么这么偏心他呀？就因为他从小吃了苦受了罪，你心里对他觉得有亏欠，就想补偿他。哪怕他做了错事，也要惯着他，包庇他。还说！我从小被您打了个遍，您今天就为了他把我打死，到时候爷爷知道了，我看你怎么交差。咱林家的家风都被他给败坏了。这二哥没一点脑子，确实欠抽。哎呦，星河，你这孩子胡说什么呢？他那个事儿已经解释清楚了，他没作弊。那个什么什么教授，他还重新给他出了一张卷子，他打了满分呢。张姐，你别欠他，他就是欠抽！打死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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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你妹妹回来，你就处处看她不顺眼。你不是爱去谢家吗？你去呀，还回来干什么？你别打二哥了，他不是故意说这些的。薇薇，你不要替他求情。哎呀，星河，你这次你真的是误会之遥和爸爸了。妈，之遥这次重考，他拿的是满分，他还成了华大张教授的编外学生。他的解题思路连市管委那些同事都非常的满意。他明明可以成为年级第1名，他怎么会去作弊呢？星河，你收起你的偏见了啊！为什么呀？你们为什么都向着他？二少爷，你怎么就不相信呢？哦，对了，还有你啊，大哥，你也向着他是吧？你们是不是都被他这楚楚可怜的样子给骗了？老二呀，脑子是个好东西，我希望你有。我看透你了，林之遥。你把谢家的婚事给推了，不就是因为谢从南人家看不上你，你呢又想给咱爸咱妈博一个好印象，是吧？你太心机了吧！够了！既然你愿意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自欺欺人，我也懒得跟你废话无趣。爸，你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你爱惜不惜。这老头子怎么突然不管了？连二哥挨打都不管用了。不行，抱歉啊，之遥，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一定站出来帮你澄清。二哥他也是听信了许多谣言，误以为那是真的。之遥，你别怪他。薇薇，不用跟他道歉。哎，薇薇，这怎么能怪你呢？你在忙着汇报演出，哪有闲心去管这些？之遥不会怪你的啊。成绩好是吧？那就给你找点事做。这土包子肯定没摸过钢琴，让他分心练琴，既能出丑，又能耽误学习。妈，刚才我看你在教之遥练琴，他之前在福利院肯定没接触过这些吧？其实你要是想学琴，我可以教你，虽然晚了一点，但是要是努力一下的话，说不定还能参加下个月学校的文艺汇演呢。之遥，你是年级第1，老师肯定希望你出一个节目，到时候要是一个拿得出手的节目都没有，多尴尬呀！那就麻烦薇薇了，等咱们吃完饭就去练。妈，你要不先听听我练的曲子？哎呀，不用那么着急，你马上就要演出了，到时候呀，凯瑟琳会在现场。至于之遥的钢琴老师呢，妈来想办法，在剧院里再给你找个好老师就行。关键是不能耽误你。去剧院吗？剧院？妈从来都不带外人去剧院，就因为他是天才。不过没关系，只要我这次成为凯瑟琳大师的徒弟，这个土包子只有仰望我的份儿。妈妈，你说我的曲子凯瑟琳大师会喜欢吗？
咱们国内呢，目前有能力从小培养孩子弹钢琴的家庭不多。你从小就是剧院最好的老师手把手教出来的，关键是你吃得起苦哦。这凯瑟琳要在国内收徒弟的话，你是首选。真的吗？太好了。承认我比你学习好，应该是一件特别难受的事儿吧？你学习好，家境好，所以心高气傲。可有一种东西，它是与生俱来的。闭嘴！你给我闭嘴！接受现实吧，林星河。哪怕你接受着最好的教育资源，但在智商这块，你的天赋并不如我。林之遥，你别得意的太早，迟早有一天，我会让爸妈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林星河，以前我不计较，但是从今天起，我不会再让着你了。天哪，第1名，林之遥！我在学校查了半天，没查出作弊，反而查出了个漏网天才出来。怎么可能？哎呀，之遥，你怎么搞的？怎么一不小心就考了个年级第1呀？还选了第2名，足足22.5分呢！这差距也太大了吧！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林之遥不过是乡下来的土包子，怎么可能考年级第1？徐璐，又是你！之前你造谣林之遥同学作弊，还牵扯上教育局的领导，害得人家停职，现在还公然的在这里污蔑同学。记过一次，明天叫你爸妈来学校，再不悔改，就等着退学吧。考进年级前500有什么了不起的？徐子言永远也不会喜欢你这种人。不是，我也没说我了不起啊。有些人脑子里只有这些事儿，不用理会。走吧，回去刷题。林之遥，行，记住了。微微，我要被叫家长了。你不是和我说林之遥和陈木林作弊都是陈木林叔叔泄的题吗？现在一切都查清楚了，他们没有作弊。要是陈木林叔叔继续追究，我们该怎么办啊？什么我们呀？悠悠，我可什么都没说，你别乱讲话。不是你跟我说陈木林叔叔给他的答案吗？不然我不会到处乱说呀。你听错了，悠悠。我是说有这个可能，我又没让你跟别人讲。你回去求求你哥哥，让他来帮你开家长会。好吧，你都不知道那个陈木林有多么讨厌，不就是交了个好朋友吗？有什么了不起？下次月考他都不一定有这么好的运气。好了好了，走吧。多做做那些题目。哇，你也太牛了吧！姚姐，你也太牛了吧，考了全年级第1！大家都散了吧。木玲姐，其实我们也发现了，你跟传闻中的混混女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就是相处久了，好像发现你跟正常人没什么区别。拜托，本小姐一直很正常，好吗？林之遥同学，能不能膜拜一下你的试卷啊？就是我有几道题不太明白，能不能讲讲你的思路？带带我。试卷在教务处那里，应该会张贴出来。现在是早读时间，要不然我给大家讲讲容易出错的题目，还有最后一道大题，其他的题目就等到以后有时间再讲。好，学生万岁！我要从倒数到前500。去！
你们都飞升了，那谁垫底啊？我们要先设斜面为初始静止，并且水平面表示光滑。对于这道题的解法，就是以地面为参考物。人才啊！这放到丙班简直就是暴殄天物。不行，我得找主任去。主任，这不合规矩，年级第一在丙班，传出去，人家以为我们名单没人了呢。哎呀，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因材施教，因材施教。像林之遥同学这样的成绩啊，就应该在我们甲班。丙班这样的环境只会耽误他。刘老师，你这也太不厚道了吧！凭什么好苗子都去你们甲班啊？你年年都拿优秀教师，也该为我们考虑一下吧。我不管啊，林之遥就应该来我们乙班。像这样的孩子，只有在我们甲班才能得到更好的发挥。林之遥来我们乙班要参加竞赛拿奖的，给学校。够了！我绝对不会同意。当初是谁说的我们丙班是垃圾回收站的？啊？谁说我们班的学生作弊、人品差？现在好不容易出一个学习好的了，一个个就过来摘桃子是吧？我不允许！你们要是敢硬抢的话，我现在就去辞职去教幼儿园。我让小朋友从小就知道什么叫做礼义廉耻，别学某些人。吃相太难看。哎呀，老赵，消消火！哎呀，这不是硬抢人，这不就是尊重学生的意愿吗？哎，要不待会儿你去问问林之遥，他想上哪个班，我立马给他撇条子。林之遥，来。是这样的，学校觉得你在丙班屈才了，甲班的资源好，学习进度快，乙班的老师呀搞竞赛有一手，你数学、物理成绩都很好，学校呀也会安排你的竞赛名额的。以你的成绩啊，在我们班确实是埋没了，老师没什么本事，也帮不了你什么。你不用为我们考虑，去走属于你自己的路吧。老师，您说完了？说完了。那你是选择甲班还是乙班？谢谢您的支持，赵老师，但我哪也不去，我就留在丙二班。留哪儿都好。啊？你说什么？我说我自愿留在这里，绝不后悔。虽然咱们班的成绩不是最好的，但是我们班的老师和同学都是最好的人。你说老师是好人，我赵老师，我们也想让姚姐留在这儿。对，谁也别想抢走我们的姚姐。赵老师，您放心，我们一定好好学习，把平均分拉上去，绝对不给您和林之遥同学丢脸。赵老师，让林之遥同学留下来吧。对，我们也想让他留下来。我们也行了，都回去上课吧，瞎闹什么呢？走。这速度，我从来没见过翻译这么快的人，而且语句还很通顺。正愁找不到合适的翻译，这不就是现成的人吗？
同学，打扰一下，我观察你有一会儿了，你的英文翻译水平真的很高，请问有没有兴趣做一些翻译稿件？哦，是按字数结算稿费的。如果你愿意试试的话，我们可以谈谈。翻译稿费倒是个可以赚钱的路子渠道，能为将来的计划积累资金。好，怎么称呼？我叫文心，你叫我文姐姐就好。那明天下午3点，我在这里等你。好的，文姐姐。志瑶，这儿。文姐姐，你怎么坐在这儿？这是单位派下来的死任务，一本外文专业书，不能被人发现，所以我只能偷偷给你。这次活难，单位给派了高价，签字8块。8块？这可是笔巨款啊！全文14万字，你要是全翻完，那就是1000多块，顶普通工人干1年了。不过时间紧，任务重，得2个月内翻译完。2个月？对，我知道有些强人所难，你能翻译多少算多少。给我10万字吧，带笔了吗？带了。不是，我们要不要先签个协议，或者你拿回去查查资料？不用那么麻烦，现在就可以开始。过目不忘，信手拈来。文姐姐，这一段的原文有一个逻辑错误，我按正确的语序调整了一下，你看可以吗？行，你说啥就是啥。我核对都核对了2个小时，眼睛都快瞎了。你翻译起来用了不到40分钟吧？这2页纸加起来得有700-800字了。核对的难度大，所以要多耗费一些时间。我是因为有你给我的资料，所以才能这么得心应手。你就别谦虚了，之遥，你比那些英文是母语的人还恐怖。要不你把剩下的也翻译了吧？我还有学业要忙，可能每晚能翻译的时间不多。你这个年纪看起来也就才高1，你们还没高考，学业任务就这么重了吗？老师希望我参加今年的竞赛，要做一些准备。好吧，你今天翻译的这些，咱们就按1000字整来算。虽然是试稿，但是你翻译的很好，我也不会让你吃亏的。好的，谢谢文姐姐。我就喜欢你这一点，大大方方的，也不会假模假样的说什么推辞的话，看着就是个敞亮人。跟你在一起啊，就2个字，舒服。我后面还有事儿，我就先不等你了啊，下次再找你翻译稿件啊。好。以后还是要多赚出版社的稿费，毕竟以后搞科研，光靠爸妈给的零花钱根本不够。烦死了！学校里那一群墙头草，前2天还跟着学优骂她是土包子，现在全改口叫什么天才少女。最气人的是，这丫头居然真有点本事。要是让她在首都长大，那还得了？我都得被比下去。
不爱吃滚出去！哎呀，行了行了，老林，干嘛呀？吃饭，一天到晚静听别人的错处。吃饭。谢谢妈。林星河以为我要争宠，哼，格局小了。我要争的是实实在在的利益，至于你们的爱，留给林薇薇当嫁妆吧。哎，薇薇，明天呢，凯瑟琳她就到剧院了。你准备了这么多年，成败就看这次了。薇薇这天赋啊，跟妈您是一模一样，将来肯定成为顶尖的钢琴家、舞蹈家，不像某些人啊，靠努力就能比得上的。薇薇啊，妈妈呢这么多年培养你，就是希望啊你能站到更高的舞台。我一定不会让妈妈失望的。哎，对了，妈，知瑶之前不是也打算学钢琴吗？要不明天让她和咱们一起去剧院？也行啊。知瑶，你要不明天也一块儿去？我等会儿给你大哥打个电话，把补课的时间调一下。好啊，既然妹妹邀请，我一定去好好学习。上辈子我不在，他顺理成章成了凯瑟琳的学生，后来名利双收，却还害得林家家破人亡。这一次我不会让你如愿。他弹的钢琴很好的，借手感受一下。哎呀，静秋，海云，这就是你找回来的亲女儿。快叫人。静秋阿姨好。哎，我在家呀有教过他弹琴，这孩子啊识谱快，你指导指导，以后呀在学校参加汇报演出那也就够了。静秋阿姨，你要帮我好好照顾知瑶，她第一次来剧院，对这里不熟悉，别迷了路。放心吧，我会照顾好小朋友的。薇薇，快去准备吧。那拜托你了啊。是。主琴房都给乐团留着呢。这架琴虽然旧了点，但上个月刚调过音。知瑶，去试试吧。来，这是天鹅，最基础的指法练习，你先试试，找找感觉。上一世为了混进顶级商圈，钢琴请的是圈内顶级的专业老师教，这点不难。算算时间，那个凯瑟琳大师这会应该提前到了吧？剧院的领导应该正在带他到处介绍。大师，嘘，放心。我好像找到了我要的白天鹅。是吗？你快去查查这点琴房谁在用，快去。来，我们继续参观。好的，请。知瑶，你妈不是说你才刚接触钢琴吗？这怎么可能呢？我妈妈教过我基础的指法，家里没人的时候，我会自己练习。苏婉云啊，苏婉云，你把榆木当珍珠，错过了这么优秀的继承人。这次演奏交流会没有林之遥的名额，我要去找凯瑟琳，亲自给这个孩子争取。知瑶，你先等我会儿，
我去就来。林薇薇，你的美梦要破了。真不愧是薇薇，这个气质，这手法，唉，从小培养的就是不一样。这就是云泥之别呀，不是什么人都能比得了的。好。完美，没有任何失误，甚至比练习时更流畅。凯瑟琳大师一定会选我的。凯瑟琳大师啊，这就是我们剧院重点培养的好苗子林薇薇，您觉得她符合您挑选学生的要求吗？我们薇薇为了今天，她准备了很久了。技术上是正确的。谢谢大师，我会继续努力的。每一个音谱都在节奏上，没有失误，我能听得出你的刻苦。但在我听来，只是一潭死水。但是这抒情部分没有情绪起伏，快板部分只追求速度，连最感动人的花彩道路也只是技巧的对接。女孩，你是以太合格的大自己，而我对音乐复读机没有任何兴趣。对了，在那酒琴房弹琴的那个女孩找到了吗？燕，我要见到她。晚饭之前。大师放心，我一定给你把人找出来。我的时间很宝贵，希望不要让我失望。一定，一定，一定。凯瑟琳，请等一下，请等一下。锦秋，你疯了！你逼得这添乱了。这于静秋平时挺稳重，怎么关键时刻掉链子了？我想向您推荐一个女孩，相信我，她一定是你想要的那种天才。请给我一个机会，也给她一个机会。呀，这么有自信。大师，你别听他胡说，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有意思，妍，你去安排一下吧，就见那位天鹅少女之后吧。啊，好的，我安排，我安排。薇薇虽然是我看着长大的，但凯瑟琳要的是真正的天赋。之遥那孩子，那种不含杂质的音乐感知力，才是真正的神赐。哪怕婉云会怪我，我也不能让明珠蒙尘。查到了吗？旧琴房那个弹琴的人到底是谁？领导，那间琴房没有人登记，不过有人看见是于静秋老师带人进去的。于静秋？你咋不早说呀？这就对上了。
于静秋是苏婉云的闺蜜，那她带进去的人，那肯定是苏婉云的女儿呀。哎呀，苏婉云真是生了个好女儿啊！这破天的富贵呀，要轮到我们剧院了。走，找她去。好。微不哭了，不哭了。妈，你能不能帮我再去求求凯瑟琳大师？我不甘心，我都练了那么久了。微微，你不能任性了。凯瑟琳大师那种级别的人，他说一不二的。这样，我们准备出国留学，妈不会委屈你的。婉云啊，婉云，大喜事，天大的喜事啊！怎么了，领导？你可真有福气啊，培养了一个好女儿，真不愧是咱们剧院的台柱子啊！领导，您是说凯瑟琳大师点名要见琴房那个女孩，那不就是你女儿吗？快，赶紧收拾收拾，一会儿带她来见大师，快点啊！妈，我就知道凯瑟琳大师没有放弃我，刚才那是他对我的考验，对吧？也许吧。哎，微微，等会儿千万别炫技，像小时候一样用心弹。放心吧，妈。林之遥那个土包子，知道了肯定会看笑话。等我成了大师的关门弟子，我看看还能拿什么跟我比。快走吧，妈。凯瑟琳女士，来，先喝杯咖啡。啊，你尽管放心啊，人我已经找到了，而且啊，你很快就能见到他了。进。院长，你好，凯瑟琳女士，人我给你带来了。Hello, Master。剧院的进修名额，我看还是作废吧。等一下，等一下，婉云，我让你带你女儿来，你把她带过来干什么？微微不是。凯瑟琳女士刚才说了，看不上她，你干嘛还把她带过来出丑啊？你。班长，凯瑟琳女士，人我带来了。哎呦喂，静秋啊，你可是我的大救星啊！凯瑟琳女士，这个就是你要找的寻刺少女白天鹅。哦，也是婉云的女儿。我和婉云说了，让她带她女儿来，没想到她带错了。之遥。对，别害怕，你的气声是被上帝闻过的，我很享受。这老外真是属狗脸的，刚才还要吃人，现在就变脸了。你做我的学生吧，为你那锦绣大厅，未来必然是你的主场，我会给你提供全世界最好的资源。抱歉，凯瑟琳，我有我自己要走的路。你疯了吗你？这是凯瑟琳，你要拒绝吗？为什么？迟早有一天，我会到欧洲皇家理工学院进修，我们还会有再见的时候。刚请假不当，要去搞科研。哎呀，我的政绩呀，飞了。皇家理工科研，
我竟然从来不知道这孩子的目标这么大。之前我觉得只要之遥能保送大华就十分不错了，我和他根本不是一个维度的。现在我才知道你错过了什么。我尊重你的决定，不过我希望能和你保持联络，寄给你乐谱，随时都欢迎你来找我。好，谢谢你。另外，我再宣布一件事儿，以后我再也不会收任何学生。啊，当然，林是唯一的例外。荣幸至极。看到了吧，这就是天鹅，注定啊是要飞上天的。不可能，那是我的位置。婉云啊，我还没见过谁家放着自己的亲生女儿这个夜明珠不要，非要把个榆木当宝贝供着的。领导，我是本末倒置，因为你的偏心眼儿，咱们剧院差点痛失了一个进修名额。凯瑟琳虽然不收徒了，但是看她那个样子呀，明显是要护犊子到底了。领导，我回去再好好想一想。行了，你回去啊，好好洗洗你的脑子。叫金秋进来。好。院长。哎呀，金秋啊，你这回可是立了大功啊！凯瑟琳点名表扬你呢。斯卡拉蒂音乐学院的进修名额归你了。院长，我年纪大了，这不合适吧？哎，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凯瑟琳这是很明显的告诉所有人，谁对那个姑娘好啊，谁就有肉吃。之遥用自己的实力获得了凯瑟琳的青睐，为自己赢得了在林家的话语权，这是林星河和林薇薇做不到的，甚至林继清也还没做到。林之遥，你现在得意了吧？有事儿？你就是故意的！你在琴房里弹琴是故意的，你拒绝凯瑟琳也是故意的，就是为了羞辱我。羞辱你？你还不配让我费这个心思。你抢走了爸妈，抢走了大哥，现在连我的梦想都要抢。如果没有你，我才是凯瑟琳的学生。你敢推我？哼，你想干什么？林薇薇，不是你过，别人就要让着你。你应该明白一件事儿，无论是什么事情，从一开始你都没有资格和我争，更别提刻意针对，你还不配。坐。你妈妈身体不太舒服，剧院请了假，在房间里静养。之遥啊，你爷爷今天早上来了电话，得知你不仅拿到了这次全年级月考的第1名，还获得了华大教授的认可，以及市团委的欣赏。也知道了，你拒绝凯瑟琳是为了要考欧洲皇家理工学院，老爷子很高兴。爷爷还说了什么？还说，如果之遥从小在身边长大就好了。如果家里有什么事儿，可以多听听你的意见。
知瑶这是拿到了在林家的话语权，爷爷应该是想把知瑶当继承人培养。这样，于老师有一道题解不开，可不可以帮忙？好啊。什么？家教竟然也要请教他问题了？难道我彻底输了吗？知瑶，坐。所以是关于哪方面的难题？通讯局接到任务，要推行一种新的有线传真。我们在线路模拟的基础上传输数字信号时，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由于线路质量差和时钟同步的问题，导致误码率居高不下。目前我也没有任何解决思路，这是实验团队目前最大的技术痛点。其实核心问题主要有3个：一、信号失真；二、脉冲噪音；三、目前可以使用的解决方案成本过于高。看来我今天过来是对的，你每一次都能带给我意想不到的惊喜。前面2点都不错，你说说第3点，现有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利用更复杂的调制方式和纠错码呀。但就目前为止，在国内对于这个方案，无论是从成本还是技术上都无法实现，所以只能想想别的办法。我在一本书上看到过类似的资料，可能想法有些不成熟。你继续说。关于这条线路，也许我们要做的不是对抗和硬抗，而是主动试探以及适应。也许你不用在意每个比特都完全正确，而是允许它犯错。最近有一款文字游戏在我们学校很是风靡，说不定你可以参考一下。就像玩填字游戏，利用正确部分和已知规律来计算出错误的位置，并且纠正它。您需要填字游戏吗，于老师？我可以让我哥找回来送你。没想到这个小女孩的思维竟然能通透且超前到这个地步，难怪华大的张教授会说她洞察力很强，并且想法非常具有前瞻性。我终于知道凯瑟琳为什么这么喜欢他了。行，知瑶，我还有事儿，你先自己学习，我可能这几天都没有空过来了。季青，我要先回趟实验室，今天的钱就不用结给我了。哎，真是莫名其妙。我看他呀，最近就是太累了，魔怔了。大哥，我翻译稿到了，我去邮局取一下。2万字的稿费汇成这样一笔巨款，这个就是知识变现的快乐吗？茉莉啊，今天中午去我家吃饭吧。去，必须去。就在那里，走。来，吃水果了。哎呀，这个就是木灵吧？张姨好。哎，你好，真漂亮。知瑶啊，经常提醒你说你是她唯一的好朋友。你父母经常出差不在家是吧？你以后经常来家里玩，你别客气。我刚刚听到了什么？知瑶说我是她唯一的好朋友，唯一的好朋友。好呀，张姨，以后我会经常来玩的。行，好好照顾你朋友啊。吃水果。虽然有讨厌的林薇薇在这儿，但为了知瑶可以忍一忍。正好也能看看平时那2兄妹在家有没有欺负我的好朋友。毕竟知瑶也是我在学校唯一的好友。哎，知瑶，能不能带我看看你的房间呀？我想见识一下学神的房间到底长什么样子。走吧。我不该过来看的，你这儿到处都是学习的味道。来吧，请坐。啊，你
这是什么意思？没错，我就是要辅导你功课。救命啊！从一开始，凯瑟琳就否决了你。天赋真就那么不可跨越吗？不得不承认，他确实很优秀啊。二哥，你也觉得他比我优秀是不是？不是薇薇，我不是这个意思，薇薇，薇薇。志尧这孩子，他坚定地选择了科研这条路，就算在音乐上面再有天赋，这弹钢琴啊，就只能是他的一个兴趣爱好了。我懂你的意思。如果志尧之前跟咱们一块儿长大，那就是你钢琴的接班人。其实啊，我心里挺佩服这个孩子的。无论将来他选什么样的路，我这个当妈的都一定支持他。像这样的孩子，无论选哪条路，都会很精彩。大家安静一下，今天我宣读一份来自通讯局的特别表扬函。我校林志尧同学以超前的科学思维，协助通讯局攻克关键难题，展现出新时代青年信息丝滑、勇攀高峰的品质。下面请通信局吴主任亲自为林志尧同学颁发优秀青年科学贡献奖及奖金500元。通讯局怎么又和通讯局扯上关系？难道是因为于回洲这老小子怎么事先也不通知我一声？请林同学上台。林同学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呐！我想过是个天才，没想到这么年轻。多谢吴主任夸奖，我只是刚好阅读过相关资料。我也就不拐抹角了，我就一句话，小同志，愿不愿意到我们通信局做个技术顾问？你的家庭背景我都看过了，根正苗红，绝对放心任用，怎么样？考虑一下。丫头，快答应啊！这可是硬核推荐信，以后上大学实验室容易多了。多谢你们信任我。好，看来我们通讯局要有最年轻的顾问了。现在的国家太渴望技术了，越是放开，越能体会到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既然重生一次，我就要站在不再仰望别人的高度。好，不愧是我的亲生女儿。志尧啊，后天咱们林家的家宴，爸爸想带你一起去赴宴。林家家宴？爸爸上边还有3个哥哥1个姐姐，你爷爷呢还有5个兄弟，咱们林家可是一个大家族。好，我知道了。到了之后别怕，也别慌，爸爸会告诉你哪些人可以结识，哪些人面子上过得去就行。你可是我的骄傲，要有底气。好，爸，那我先回教室了。老林，你这女儿可不得了啊！随他外公搞科研的料。老林啊，那要算你命好。不过明天那些老首长的家宴，你家那位老爷子怎么说？那可是几大家族真正接班人的局，这也是为后辈铺路的好机会。各凭本事，谁也说不出来什么。不带季青去吗？
明天老首长的家宴，只带智瑶去。这是你家老爷子的意思，连季青也不带？老爷子格外喜欢智瑶。要知道，这次家宴去的都是每家精心培养的后辈，年纪轻轻，品行才能都是上等，这样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接班人。我也听说的。你知道外面传什么吗？啊，说林之瑶才是林家的养女，是林星河父母从南方福利院领回来的。放屁！这话谁说的？我去打肿他的嘴！之瑶才是林家的亲生女儿，林薇薇屁也不是。我也去，敢造谣林姐，不想混了。我也去。之瑶，陈木林去假扮了，你快去劝劝。他去假扮干什么？他听说你被传不是林家的亲生女儿，去找林薇薇了。许攸，又是你！看来上次的教训你还没吃够是吧？哼，上次处分太轻了，对你这种造谣生事的人根本不起作用。谁造谣了？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不信你们去问林薇薇啊！以前我问她林之瑶是不是远房亲戚，她可没否认。再说了，林之瑶是不是福练领养来的？你们敢去问校长和教导主任吗？薇薇，你说林之瑶到底是不是你们家领养来的？上次作弊就罚了我一个，这次大家都在。薇薇，你快说是啊！薇薇，我是林家的养女。这么多人看着，如果撒谎被爸妈知道，我乖巧的形象就全毁了。爸妈最看重家庭和睦，我不能在这个时候出错。你不是，你才是林家的亲生女儿！不可能，薇薇才是亲生的，怎么可能是你？那我以前讨好薇薇算什么？天哪，我居然看到了真实的真假千金！难怪林之瑶学习这么好，原来是遗传。要上课了，回教室。老高给我来电话了，说了学校的事儿。薇薇这件事做得不错啊，做人嘛，就应该是实事求是、坦坦荡荡。即便你不是我们亲生的，那能又怎么样呢？你依然是爸爸妈妈的女儿。谢谢爸爸，我知道了。只要爸妈还心疼我，我就没输。林之瑶，你别想把爸妈抢走。爸，现在冬天了，天气很冷，我想用我的奖学金给福利院捐些衣服。爸，您看您能不能帮我联系一下服装厂，帮我要个出厂价格？没问题，这事儿爸爸支持。钱不用你出啊，钱爸爸来出。首都东方红服装厂的厂长我认识，一会儿我就给他打电话。吃饭。是啊，入冬了，微微从小锦衣玉食，可智瑶在福利院都过了10几年，那时候她有棉衣穿了。智瑶，那个钱呢，爸妈会出，你不用担心。你奖学金你留着自己花啊。谢谢妈。好孩子，你多吃点，一定要趁着这个冬天呀，好好的把之前亏损的身子给补回来。上次你给我孙子寄的那些书啊、玩具啊，他喜欢的不得了。
也这孩子，自己都是个孩子，怎么就这么贴心呢？张姨对我好，我也要对您的家人好啊。来，快吃，我再去炖菜啊。之遥，学校的传言真的不是我让悠悠到处宣扬的，你能不能相信我呀？是我识人不清，以后我会和他保持距离的。该死，他为什么不说话？他那是什么眼神？是吗？早点睡吧，你明天还要练琴。哦，我不爱喝牛奶，你拿走吧。林之遥，你得意不了多久了。明天爸爸带你去林家家宴，在族老们面前，我看你怎么出丑。母亲，三哥，咱们有段日子没见了吧？没想到这次是你来啊！啊，之遥，这是爸爸的堂哥韩三伯。三伯伯好。你好，原来是之遥啊！说起来，咱们还是第一次见吧？这一次为什么没有带姬青过来啊？老爷子的意思。二叔竟然不让长孙姬青过来，而是换成了一个刚认回来不久的小孙女，看来他多半不简单呢。走吧，一块儿去看老首长。走。韩伯伯，该你了。走啊！哎，不算，刚才那波不算。学长，你混小子，你不知道做哪个？韩伯伯，是您说啊，让我别客气了。我让你试试，你去不去？哎呀，这么大火气！老首长。哎，小李，你可算来了！你不知道他怎么欺负你韩爷爷的。小李，快！老韩都被打得落花流水，就等着你来救场了。走。哎，王伯伯，这是怎么回事啊？什么怎么回事？没看到正忙着呢。去，老韩凉快来啊，带着去啊，别耽误小林下棋啊。母亲，这丫头是老韩老王的忘年交，棋艺高着呢。上次老韩输给他，回家哭了2宿。哎呀，这不是面子不面子的问题。之遥是我女儿。啥？你说啥？这丫头是林家人？我就说看着她眼熟，这双丹凤眼和季晴那小子简直就像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原来是林家的女儿啊！没想到把韩伯伯赢哭的高手，居然是一个小姑娘。谢伯伯好。当头炮。好重的杀气，洗手就是杀招。耶，这不是老韩的看家炮吗？小宁，你这风格也变得挺快的呀。以前你的棋风可是稳得很啊。我看呀，这是要为老韩报仇雪恨，这护犊的劲儿合我胃口。去你个老东西！你骂谁呢？谁是毒的？韩伯伯的镇山炮确实让人头疼，不知道你能学到几分精髓。瑶瑶，注意了啊！我可要破你的局了。果然不简单。好样的，不愧是我林木清的女儿。谢伯伯，这棋和了。好，知分寸，懂进退，比我家那个咋咋呼呼的可强多了。哎呀，真是虎父无犬女啊！
林局长，你这个女儿可太厉害了。哪里，是谢兄承让了。哎，前面把我逼的是退无可退，后面又给足我的颜面。瑶瑶，你这个情，伯伯成了。母亲啊，你老小子走了什么狗屎运，养了这么一个好闺娘？可不是嘛，我看他就是烧了高香了。这老小子真有福气，还是托了各位伯伯的福。我这姑娘刚当上了通讯局的技术顾问，虽然是个编外，但我已经很知足了。哦，前几天还获得了优秀青年科技贡献奖。母亲，你喝多了，你不是吹牛吧？你们老林家可都是大老粗，还能出个搞科技的？哎，伯伯，孩子自己争气。皇叔，这一点倒是真的。通信局的局长跟我提过，他们当时为了颁发这个奖，他们领导班子还特意开会讨论了。他帮通讯局解决了切切实实的技术难题，正好赶上国家大力倡导科技，这不仅仅是运气，是有真本事啊。所以这看人，不只看表面。这些老家伙平日里眼高于顶，竟然都围着这丫头转，难怪母亲今天只带她来，原来打的是这算盘。是时候该带着小林见林老爷子了。真的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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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和我下棋的是林氏家族的长辈。这些年来，我们林家旁支恪守本分，未曾过问主脉事务。然天佑林家，今有麒麟儿现世，他必将引领林家重振门庭。今天我就以族长的身份，向大家正式宣布，从即刻起，林之遥为林氏旁支新任家主。大家可有异议？无异。家主，他居然当上了家主！大哥，这太草率了吧？他才刚来没多久啊！爷爷的决定自有道理。之遥，你走上前来。拜见列祖列宗，承家主之责。我的女儿竟真的当上家主了。这孩子，我竟从未真正看懂他。这些年，我究竟错过了什么？妈，各位可以自行先退下，我跟之遥还有话要谈。怎么回事？之遥啊，你知道我为何要力排众议，越过你这些兄长，独独选你吗？我也很疑惑，大哥们各有潜力，假以时日，必成大器啊！时不我待啊，孩子，你应该知道的。您是怕他们跟不上时代？岂止是跟不上时代，而是会远远的被甩掉。现在的竞争一步慢，步步慢。你的那几位婆婆只盯着自己家1亩3分地儿，这样的人怎么和主来的那些人去争啊？林怀远这个人你见过了吧？仅凭他一个人就能把你父亲和那几个伯伯绕得团团转，而你就不一样了。我在你身上看到了野心，更看到了与野心匹配的能力。你喜欢做事情，更能做成事情。单凭这一点，我就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你。是，我绝不辜负爷爷您对我的期许。
林家掌握着庞大的产业与科研资源，只有成为真正的掌舵人，我才能调动这一切，投身国家科技建设，把未来50年的技术带到这个时代。妈，志尧刚回来没多久，爷爷这个决定是不是太急了？微微，你这么说可就太不懂事了。妈，话不能这么说，微微也是替咱们家着想啊。志尧再聪明，当家主可不是儿戏。清河、慎言，爷爷和各位族老既已同意，此事便已定了。我们身为家人，更应该支持他。我就是感觉对微微不公平。二哥，别说了，志尧姐姐确实优秀，我会努力适应的。志尧，我彻底输给你了。之遥，前路绝非坦途，这家主之位是荣耀，更是千斤重担。望你真能带领林家走出一条新路。各位，都是教主他。记得点赞关注哦。